杨振宁先生所谈的造物主到底是啥意思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细细的品一下啊。那么之前有一个杨振宁谈造物主的视频，相信大家都看过。杨振宁首先强调的一点，如果你认为造物主是一个人形状的，那我认为没有啊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排除一切宗教的神秘感啊，不要搞那种神秘主义色彩，这是物理学所不能接受的。因为科学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万物，研究万物的本源问题啊。所以说造物主他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人一样的形象，他没有人格化。比如各种宗教派别衍生出来的各种神的形象，它就是这个人格化的啊，并没有这些东西。那么现在的物理学家非常反感这些东西，但是杨振宁又说了，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造物者，那我想是有的啊。那么杨老的原因很简单，他认为这个世界太奇妙了，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。杨老就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他面前的麦克风，他说这个麦克风这么奇妙，是不可能偶然出现的，这个偶然出现的几率小到了几乎不可能啊，所以说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啊更加奇妙更加神奇的东西啊，它导致了这个麦克风的出现。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出现它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有某种更加深刻的物理原因啊，这个思想就是典型的因果论，有结果必定有导致它出现的原因。杨振宁所说的造物者就是这个原因，但这个原因一定不是一个人形的造物主。那这也导致我们这个世界出现的原因到底是啥？这就是我们物理学的终极目的了。所以说，杨振宁并不是相信有造物主，而是相信我们这个世界绝非偶然，它的出现一定有更深刻的物理因素。那最后啊，杨振宁也说了，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，他越坚信这个想法，因为他见到的奇妙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这个世界越来越神奇了，他不能理解的也越来越多了，他的自信心相比于年轻的时候也越来越小了。所以他认为一定是有什么更加奇妙的东西创造了我们这个宇宙，人类现在还无法理解这个东西。好，那下面我就举一些物理学中一些简单的例子啊，你就能够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绝非偶然，因为一切太神奇了，太巧妙了啊。比如说爱因斯坦曾经就说过，我们这个世界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被人理解，这一点确实很神奇。这就说明我们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规律可循的，而且这些规律还可以被我们写成美妙的数学公式。比如说最简单的啊 ，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，这是我们人类认识宇宙总结出来的第一个伟大的定理，非常非常的神奇。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它就是有这样的规律啊！你好仔细品一下，真的很神奇啊！难道你能认为这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这是偶然的？我不认为这是偶然的。还有，随着物理学的发展，人们在数学中还发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对称之美。你看，从麦克斯韦的方程组啊，到洛伦兹不变性、广义斜变性，到外的电磁规范理论、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、标准模型，以及现在弦论中的超对称理论，我们发现，这越是基础的理论，越是揭示自然本质的理论，越需要更多更高的对称性。难道这也是偶然的？我不这样认为。再比如说，在标准模型中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费米子啊，它有3代，这体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对称性。比如说第一代里面啊，有上夸克、下夸克，这是2个强子啊，还有电子和电子中微子，这是2个氢子。这4种基本粒子就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中你能看到的所有的一切啊。那按理来说，我们的宇宙只需要这1代基本粒子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这个世界还体现出了它的复杂性，因为在基本粒子中还有第2代啊，灿夸克、奇夸克、缪子和缪子中微子，还有第3代顶夸克、底夸克啊，套子和套子中微子。那么每一代相应的粒子，除了质量有差异以外，其他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。比如说第3代的顶夸克，它比第1代的上夸克重了35000倍，那么其他的性质完全一样，这非常的奇怪啊。就是说，那么每一代粒子啊，它都是上一代粒子的吃胖以后的版本。我们现在完全就搞不懂为啥基本粒子会有3代，为啥1代又比1代重，现在没人能够搞懂这是为啥啊！但这绝不是偶然的，它一定有更加深刻的物理原因，也就是说这3代粒子之间一定有更加深层次的联系啊。所以说到底啊，其实我也不相信我们这个世界是偶然的，它的背后一定有我们现在还无法理解的物理原因，但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形的造物主。那到底是啥导致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出现？那到底是啥导致了这么奇妙的物理法则啊？这些问题真的太难了啊！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真的，我们这一代人啊，其实究其一生都很难知道。但是我相信，随着人类不断的努力，这个物理前沿不断的推进啊，总有一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最终那个问题的答案。好，
我是理论科学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，拜拜。